美国宇航局是不是刚刚发现了火星上存在生命的证据？这可是个足以让人瞠目结舌的问题，仿佛一脚踏进了科幻小说的情节。但这正是最近在全球各大科技媒体上占据头条的位置。这个看似疯狂的问题之所以成为热议焦点，是因为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刚刚发布了一项全新的科研成果，首次以科学证据的形式暗示，也许在遥远的过去，这颗沉寂无声的红色星球上真的曾经存在过生命的踪迹。不过各位在脑海里开始幻想小绿人、飞碟基地甚至是火星帝国之前，咱们得先冷静一下。目前的发现虽然令人激动，但离那种科幻大片的情节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实际上这次研究并不是直接发现了某种正在活动的生命形式，而是找到了可能与过去生命活动相关的一些化学线索。这些线索就像是侦探小说中被遗落的脚印，可能来自久远年代的微生物活动。无论结论最终如何，这项发现都无疑是研究火星生命潜力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代表人类在探索外星生命的征途上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因为这意味着一个令人激动的可能性，也许我们人类并不是宇宙中的孤儿，不是唯一拥有生命的存在。那个几千年来萦绕在哲学、宗教和科学之间的终极问题，可能真的要迎来答案了。那么问题来了，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们到底在火星上发现了什么样的重磅线索？又是什么让他们认为这可能与古老生命活动有关？更重要的是，这项发现究竟为何会被归类为潜在的生物特征？这个术语听起来很专业，但它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科学原理与推理过程？所以如果你对火星、对外星生命，甚至对宇宙中我们的位置感兴趣，那就请继续收看本期内容。我们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一步步揭开这场激动人心的科学探索之谜。按照我们目前对生命科学的理解，液态水几乎是所有生命形式得以存在的前提，就像做饭要有锅一样，没有水，生命连开场都无法进行。正因如此，美国宇航局才把目光锁定在耶泽罗陨石坑这个地方。从2021年开始，毅力号火星车就在那里如勤奋的考古学家一样，一寸一寸地搜寻线索，试图揭开火星远古历史的面纱。毕竟科学家已经通过卫星影像和地质分析发现，这个陨石坑可能曾是一个古老湖泊的所在地，周围还有类似三角洲的沉积结构，这些都是地球上淡水湖的典型特征。像这种河流与湖泊交汇而成的三角洲地貌，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寻找古老生命迹象的黄金地带，因为水不仅提供了生存所需的环境，还可能将有机物质长期封存在沉积层中。所以如果火星上真的曾经有过生命，哪怕只是极其微小的微生物，它们最有可能留下痕迹的地方，就是像耶泽罗这样有水、有泥沙、有保护层的区域。科学家形容这是生命最有可能藏匿的口袋。到了2023年，一项引发轰动的新发现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它像一块拼图，让人们对火星生命的猜测又多了一份依据。研究人员发现了一块名为 Java Falls 的火星岩石，令人惊讶的是，它的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对称分布的黑色小斑点，乍看之下像极了动物皮毛上的花纹。专家们把这种斑点结构形象地称为豹纹图案。经过初步的光谱分析发现，这些斑点中含有复杂的有机分子，换句话说，是构成生命的化学乐高积木。不过大家也要注意，有机分子的存在虽然让人兴奋，但它并不等于发现了生命。就好比看到了一把钥匙，但我们还没有找到那扇锁着的门。因为这些有机分子既可以由微生物的新陈代谢活动产生，也可能完全由无生命的地球化学过程生成，比如岩石与水的反应或宇宙射线的影响，所以不能贸然下结论。即便如此，这些化合物依然非常关键，它们证明这个区域在过去确实存在过液态水，而水、稳定的温度和化学元素的组合，正是孕育生命的三大支柱。更令人振奋的是，毅力号火星车的高精度分析仪器还检测到铁和磷酸盐这两种关键元素在岩石中的浓度异常高。在地球上，这种富集往往与生命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微生物的新陈代谢过程。虽然必须承认，
这些物质也可以通过纯地质过程自然形成，比如岩浆冷却或矿物沉积。但从理论角度讲，它们同样可能是远古微生物活动留下的化学化石，一种间接但极具意义的生命线索。就在科学界还在为前一个发现积淀不休时，又有新的研究结果横空出世，引发了地质学家与天体生物学家的热烈讨论，仿佛火星正一层层地揭示出它的隐秘过往。这项引起广泛关注的研究，由经验丰富的地质学家乔尔·赫罗伊茨博士领衔，他和他的研究团队态度异常谨慎，深知过去火星生命研究中曾出现过许多误判，因此不愿轻易下任何决定性的结论。为了确保结果客观可靠，他们坚持使用科学研究中最为严苛的一种方法论——零假设，也就是先默认没有生命参与，然后再逐项排除所有可能的非生物解释。换句话说，他们不急于把一切归结为生命的证据，而是倒过来推理，尽最大努力证明这些现象可以通过纯粹的地质化学作用解释。只有在实在无法排除生命因素时，才会考虑生物解释。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经过反复建模、比对与推演，专家们仍无法找到一种完全不依赖生命过程的地质机制，来合理解释当前岩石样本中这些矿物组合的成因，这就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那么回到关键点，毅力号火星车到底在这些样本中发现了什么，让科学家们如此不安又兴奋？这就是整个故事中最让人着迷的部分。更具体的讲，毅力号检测到了一种特殊组合的矿物质——蓝铁矿和磷灰石。这在地球上通常是由某些类型的微生物通过化学代谢活动沉淀出来的，而非普通的地质变化所致。换句话说，如果不引入生命过程，科学家目前根本无法合理解释这些矿物的存在。没有生命，就没有解释成了一种越来越难以忽视的判断。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一切归结为只是化学反应？答案其实藏在火星极其特殊的地质环境中。在地球上，我们早就发现类似的矿物结构通常存在于古代湖泊沉积物中，那里微生物通过新陈代谢过程分解有机物，进而将铁、硫等元素加工进矿物中。这种过程被地球化学家称为氧化还原循环，是生命与矿物之间的精妙互动。而现在在火星岩石中发现了类似的结构，这意味着至少在过去某个时期，火星上可能也曾发生过这样的氧化还原过程。更惊人的是，它很可能不是偶然，而是由生命体，哪怕是最微小的微生物所触发的。随着线索越来越多，事情的复杂性也急剧上升。正如项目科学家迈克尔·泰斯所说，如果假设火星曾经存在生命，那么一切都能合理解释。这是一种科学家罕见地流露出的兴奋。然而他话锋一转补充道，但如果完全排除生命参与，那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地质解释就变得非常牵强，几乎无法自洽。听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非得牵扯到生命？难道复杂的化学反应就不能独立发生吗？答案其实很直接，在实验室和地球自然环境中，我们早就知道，如果没有微生物的介入，像硫酸盐和硫化物这样的物质转化非常缓慢，几乎停滞不前，效率远低于有生命参与的代谢过程。而且在地球上，要让这些无机过程有效发生，往往需要极端条件，比如150到200摄氏度的高温，或者极强的酸性环境。也就是说，根本不是一般星球能轻易具备的自然状态。然而，科学家在耶泽罗陨石坑的现场并没有发现高温或强酸的证据。也就是说，这块区域根本就不具备让这些复杂反应自然发生的地球式条件。换句话说，原本用来否定生命可能性的零假设，在面对这些具体的数据与样本时，显得越来越站不住脚了。这无疑为生命曾经存在的假设增添了分量。目前为止，这些独特的矿物结构和其中异常丰富的化学成分，根本找不到一个让人信服的非生命过程来解释它们的存在。就像拼图中缺了一块关键零件，怎么摆都对不上。而正是这个难以解释的空白点，让整个科研圈为之震动。科学家们不敢轻易下结论，但他们也无法忽视眼前这组越来越倾向于生物解释的数据。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异常矿物的岩石样本
并不是来自火星遥远古老的地层，而恰恰是出现在耶泽罗陨石坑中相对较新的沉积岩层。这意味着类似生命的过程在火星上可能持续了更久，也就是说，火星曾拥有适合生命存在的环境的时间，可能远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要漫长，甚至可能比地球早期生命发展阶段还要更持久和温和。可具体而言，我们究竟能从这些样本中得出什么结论？它们是否真的指向火星曾有生命，还是仅仅只是又一个让人误会的自然巧合？眼下最核心的问题来了，我们是否真的发现了火星微生物曾存在过的铁证？是否可以大声宣布，这颗红色星球曾孕育过某种形式的生命？说实话，我们还不能那么快下结论。目前的证据虽然诱人，但距离确定无疑还有不小的差距。科学仍需时间验证，毕竟科学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短跑。要真正确认火星是否曾有生命存在，我们还需要更多样本、更深入的实验分析以及地面上的独立验证。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还是揭示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些矿物的生成环境与我们所知的生物过程高度吻合，这使得它们成为人类至今在火星上找到的最有生命气息的线索之一。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这些线索如此令人激动，为什么科学家们却反复强调保持谨慎？这背后其实有一段历史教训。说到底，人类对火星是否有生命的好奇心，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点燃了。我们对这个红色邻居的幻想，可以说是一波接一波，从未真正平息。早在19世纪末，一些天文学家通过望远镜观察火星时，看到了类似水道的结构，甚至推测它们可能是火星文明建造的运河系统，一时间轰动全球。然而，随着天文技术的进步，我们如今知道，那些所谓的运河其实只是人眼在低分辨率图像下的视觉误判，根本不是外星智慧的产物，而是地形阴影与想象力共同制造的误会。真正意义上的火星实地考察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 NASA 发射的海盗号探测器首次着陆火星，展开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原位科学实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实验叫标记释放实验。科学家向火星土壤中注入含有放射性标记的营养液，目的是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在吃这些营养，然后释放出气体，就像地球上的微生物一样。在地球实验中，这类气体释放通常是微生物分解食物的结果，是活生生的生命活动信号。所以如果火星土壤也有反应，那可就不得了了。事实上，令人兴奋的是，海盗号的仪器确实记录到了气体释放的现象，这在当时被某些科学家视为可能存在生命的突破性证据。可惜好景不长，其他几个相关实验并没有复现这种反应。而几年后，凤凰号探测器在火星土壤中发现了高氯酸盐，这是一种可以在加热时破坏有机物并释放气体的化学物质。从化学角度解释了原先的数据。换句话说，高氯酸盐可能就是那个幕后黑手，它在被加热时会分解周围的有机物并释放气体，制造出类似生命活动的假象，但实际上与微生物无关。所以说，海盗号当年的惊喜最后还是归于沉寂。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的问题依旧没有定论，而这也提醒着今天的科学家们，对待火星新发现一定要慎之又慎。另一项引起全球轰动的发现，是一块编号为 ALH84001 的陨石。它1984年在南极洲被发现，表面不起眼，却在1996年被科学家确认源自火星。这一消息立刻引爆了媒体和科学界的好奇心。紧接着，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大卫·麦凯带领团队宣布，他们在这块陨石中发现了类似细菌化石的微小结构，看起来就像是微生物留下的遗骸。一时间仿佛点燃了火星生命已被发现的全球热潮。消息一出，震动全球，甚至当时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也在白宫公开发表讲话，表示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然而，科学世界讲究证据胜于情绪，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展开，当初那股激动人心的热情逐渐降温，疑问和反驳接踵而至。原因之一是，这些所谓的化石结构尺寸极其微小，只有2200纳米左右，比地球上已知的最小细菌还要小很多，甚至更接近病毒的尺寸范围。
而病毒本身并不会形成化石。要知道，病毒本质上不是完整的生命体，它们没有代谢功能，也不会自行移动，因此不具备形成传统意义上化石的能力，这就让原本的生命证据显得可疑。更令人遗憾的是，后来的实验表明，这些在陨石中看到的微小结构，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无生命的化学反应在地球实验室中人工制造出来，这进一步削弱了其作为生物证据的可信度。起初曾被当作生物标志物的磁铁矿晶体，后来也被证明可能是通过无机反应自然形成的。而样本中发现的有机分子经过分析，大部分可能是地球污染物，并非真正来自火星。最新的研究指出，这些神秘的陨石结构其实更有可能是蛇纹石化过程的产物。这是一种水与岩石之间的化学作用，能自然产生类似的图案和纹理，而无需生命参与。在蛇纹石化的作用下，火星上的火成岩一旦接触到水，就可能经历复杂的转化过程，表面形成那些看似有生命痕迹的图案，但它们其实完全可以归结为自然地质现象。结合这些历史经验，我们就不难理解科学家们为什么对毅力号这次的新发现依然保持谨慎态度。过去太多次的希望最后变成了误会，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每当我们在火星上发现某种异常信号，往往会引发公众和媒体的巨大兴奋，但最终结果往往令人失望。所以这一次 NASA 特意强调，这是潜在的生物特征，也就是可能与生命有关，但目前还不能当作直接证据。毅力号的核心科学家之一凯蒂·斯塔克·摩根也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我们必须严守科学方法，不能因为兴奋而忽略了必要的验证程序。他坦言，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些岩石中的特定现象，包括矿物的组合方式与分布模式，确实很难用纯粹的非生命过程来解释。但他也补充说，我们还不能排除一切非生物可能性，科学要有足够的证据和多角度的分析，才能得出真正站得住脚的结论。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毅力号已经采集了样本，为什么还要费尽心力把这些火星岩石带回地球？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关键原因，如果我们真想弄清楚这些样本里有没有过去生命的痕迹，光靠火星车上的分析仪器还远远不够，只有将它们带回地球，用最先进的实验室设备反复测试，才能给出最准确的答案。这正是 NASA 与欧洲航天局 ESA 联合开展的火星样本返回任务的主要目标。他们希望通过这项复杂且雄心勃勃的国际合作，把毅力号采集到的火星岩石原样带回地球，揭开火星生命之谜的最后一层面纱。根据最初的时间表，这些样本本应在2032年前后送达地球，但现实却没那么顺利。由于预算超支与技术难度，该计划目前被迫暂停，进入了无限期延后的状态。因此，在这笔资金问题解决之前，科学家们只能依赖毅力号搭载的那套移动实验室进行测量分析。虽然它已经是最先进的探测设备之一，但和地球上的大型实验室相比，毕竟受限很多，无法进行最复杂的化学、生物和显微结构测试。即使如此，毅力号带回的这些新发现，再次明确地告诉我们，火星这颗荒凉的星球可能在很久以前曾拥有适宜生命存在的生态条件，也许并不像我们一开始认为的那样死寂。火星不仅有水，还具备碳、氢、氧、磷、硫等重要元素，这些都是生命构成的基本原料。更重要的是，它拥有相对稳定的气候期，而这段可能适合生命演化的时间，比科学界原本预测的要更长得多。如果这些潜在生物特征最终被证实真的是古代生命留下的痕迹，那将是一次彻底颠覆我们宇宙观的重大突破，甚至可能改写生物学、天文学乃至哲学对生命起源的根本理解。如果火星这种环境都能孕育生命，那说明生命在宇宙中出现的频率可能远高于我们之前的估计。这将直接挑战稀有地球假说，也就是认为地球是极其特殊、几乎无法复制的生命摇篮这一传统观点。此外，还有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也被重新提上日程，胚种论。这个理论认为，生命可能并非起源于地球，而是来自火星，甚至是更遥远的星体，通过陨石或尘埃传播至地球。如果这是真的，
我们可能都是外星移民。毕竟，谁又能说得准呢？也许我们在地球上的生命形式，与火星上的某种古老生命曾经有着共同的祖先。如果真是这样，那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可以被称为火星人。而即便我们仅仅在火星上找到了早期微生物的证据，这也会对一个更加深远的问题产生冲击，那就是著名的宇宙大过滤器理论，也就是阻碍智能文明广泛出现的某种未知壁垒。因为如果宇宙中生命的诞生原本就并不困难，那为什么我们从未接收到外星智慧文明的任何明确信号？如果微生物是常态，那智能生命又为何如此稀缺？这是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难题。当然了，这些问题目前仍然属于理论假设的范畴，像天文望远镜一样望向未来。我们只能根据目前有限的证据做出合理推测。此刻最重要的不是马上得出结论，而是保持耐心。科学的脚步虽然缓慢，但每一步都要走得坚实可靠，不能被一时的兴奋所左右。过去的例子已经多次说明，一个看似轰动的发现很容易被误读、被夸大，甚至最后被推翻。在火星样本真正被送回地球，经过多轮严格验证之前，毅力号目前的发现只能被视作有前景的线索，而远不是铁证如山。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如果你对火星生命的可能性感到着迷，那就请继续关注，我们会持续追踪最新研究进展，用最通俗的语言带你一起探寻宇宙生命的奥秘。